跟你们分享的呢，是我手上满满这一篮单色眼影们。没错，我要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单色眼影收藏。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5个开价品牌，所以有点像是开价品牌单色眼影 PK 的概念。然后我会介绍每一个牌子，就是我觉得它的优点、缺点、特色，还有我的推荐色号。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品牌要分享的呢是 Innisfree。那其实 Innisfree 在之前就有出过单色眼影，然后这系列是在去年的时候台湾上市嘛。那其实早期的那个单色眼影就是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所以我从来没有买过。然后加上它的评价其实也是普普通通。那这个我在台湾还没上市的时候就有看到韩国已经有发行，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提早从韩国先买回来。然后买回来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喜欢，因为这系列啊，它是我今天介绍的单色眼影中最多色号选择，然后质地也最多元丰富的。像它的这种小小的单色眼影就有分成底霜、打底膏，然后还有雾面、珠光跟钻石光4种质地，所以我觉得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就是对眼影的需求。外形的部分呢，每个都是做这种透明亚克力正方形的设计，然后品牌名称在前面，那也可以看到色号正面、背面都有。打开来呢，你会发现像这个41号就是属于雾面的眼影。那至于这款它的优点呢，我觉得它算是我今天介绍5个单色眼影品牌中粉质算起来是最细致的一款。然后即使它是雾面的哦，只有少数比较深的颜色，我觉得稍微会有一点点比较不容易涂均匀的问题，不然其实它的珠光啊、钻石光，甚至它比较浅的雾面，它的颜色的表现度都是非常的均匀。以开价眼影来说，我觉得表现真的算是非常的优秀。再来就是它的颜色持久度也是很不错，像我今天眼上就是使用他们家的雾面搭配珠光的眼影去上妆，它的颜色持久力我觉得可以维持8到10个小时以上没有问题，就是不会因为长时间眼睛的眼妆就会浊掉这样子。那虽然我自己买的颜色我大部分都很喜欢，但是我还是想要来推荐几个我比较常用，或者是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色号，分别是雾面的6号、珠光的40号，然后还有珠光的25号跟钻石光的1号。像这种米色眼影，我觉得就很适合拿来当做眼皮，就是先打底，然后你后面再上颜色会比较干净，然后也比较饱和一点。然后25号是很漂亮的玫瑰色系，那这个珠光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它的颜色是不是超美？那如果你喜欢眼皮上比较有那种闪烁光芒的话，你可以选择他们家的钻石光，像这个1号我觉得就很百搭。它的光泽就是亮，但是不会俗气，就是很有质感的那种钻石光泽。那除此之外呢，这一系列的眼影它也有出那种眼影盘，可以就是收纳在一起。像这个是最近他们圣诞节出的限量眼影盘，我只是拿这个来举例。那还有卖一些大小不同的外壳，如果你买的眼影到一定的数量，你就可以自己组成你想要的眼影盘，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这样拼凑在一起。那至于缺点的话，我觉得这系列其实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真的要挑的话，就是它的色系会比较偏安全一点，它就是没有什么很夸张的大胆色，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夸张，比如说蓝色啊、绿色啊那种眼影色的话，我觉得这系列就没有办法挑到满足你这样子。再来第2个品牌呢是 Missha， 那 Missha 这个单色眼影呢，全部都是 Ita Prison 系列的。那这个系列就是全部都是意大利制造，所以光是意大利制听起来就是先高级感再加分。那再来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它一样是做这种正方形的设计，然后外框是玫瑰金边，然后中间有品牌名称，那色号会写在背面。打开来呢才是它的亮点所在。这系列又有一个别称叫做编织眼影，因为它的眼影的纹路你看是编织的图案，所以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它的编织纹路啊，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到，就是你要用真的很长一段时间，它的纹路才会比较平，不然其实它那个粉压的还蛮实的。那这系列的单色眼影总共有出到25色，那台湾目前出了20个颜色，5个颜色是我去韩国有看到，它应该是圣诞节前夕出的限定色。那我自己有带一个颜色回来，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上。然后它们的颜色呢，全部都是珠光，只是它可能差别在光泽度的强弱，但是全系列都是以珠光为主。那这款单色眼影，我个人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显色力表现非常非常的好。我随便抹在手上，它的色泽就这么饱满了。然后这边是我刚刚随便上了几个颜色，你们看哦，哇，它
的显色力就是这样子，随便一抹就很显色。然后那个珠光的光泽是非常漂亮，我觉得真的是媲美专柜眼影的质感。那再来它的持久度，我觉得表现比刚刚 Innisfree 更胜一些些，因为它的显色力、饱和度更好。那我觉得一整天上妆下来，它的颜色也不会浊掉或者是脏掉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比较过这款单色眼影在台湾跟韩国价钱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所以这个好处是你就算在台湾买，你也不会觉得被贵到或是什么，就是台湾买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那可能韩国可以买到一些限定款，或者是你可以比较早买到新出的颜色，差别可能就是这样子。那至于缺点的部分呢，我觉得它很致命的一点就是它很贵，它是我今天介绍5个品牌中单颗单价最高的一个，我记得台湾要卖到大概400块，就是如果没有做一些特价活动的话，所以你如果要买多的话，就会比较有一点心痛，因为毕竟我觉得它整体表现真的算是今天介绍的几款中相对就是水准比较高一些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1分钱1分货，加上它又是意大利制。然后再来第二缺点就是，我觉得这系列的颜色的选择也是比较少，它其实目前出到20个颜色嘛，然后它大部分大概有70%都是大地色系，然后少部分会有一些粉色调，那其他比较特别的颜色就没有了，然后也只有珠光可以选择，所以它的选择范围会比较狭隘一点点。我不会建议这系列大家买到太多的颜色，因为它很多颜色真的都很像，所以你可以挑可能1、2个颜色你特别喜欢，或者是你很常用的再下手就可以了。最后推荐色的部分呢，我会推荐这个3号、18号，还有这个台湾还没有出的24号。3号是非常高调的亮金色，然后很适合喜欢珠光眼影的。你们看这个珠光有多美。再来18号，我觉得是一般人接受度比较高的这种橘棕色，它是有点带有点古铜色。那这个颜色我觉得就算你跟其他眼影搭配，就是它的搭配性也非常的高。最后是我自己这次从韩国带回来的24号，它跟刚刚 Innisfree 的25号很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饱和度是更高一点的？那它们的珠光都非常的美。然后我刚刚提到韩国有出限定色嘛，就是在本来的25色之外呢，它的限定色除了颜色不同，包装也不太一样。你看它的外包装从本来的玫瑰金变成有点金葱的感觉，然后我买的是4号。接下来第3个品牌要分享的是 Etude House。那我觉得 Etude House 算是开价单色眼影的元老吧，它还蛮早期就开始出单色眼影了，然后一直出到现在，它的颜色选择也非常多。我没有去细算它总共出了多少个颜色，但是你只要去韩国或者在台湾的柜上看到，他们都有一整区是放他们的单色眼影，然后它每次可能都会一系列出，像最近最新的就是出咖啡眼影系列，我在韩国战利品中有分享，你们可以去看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我用过他们家的单色眼影跟眼影盘之后啊，我一直其实都觉得他们家的单色眼影表现的都会比眼影盘来的还要优秀，所以如果你要买他们家的眼影的话，我会建议先从单色眼影开始下手，除非那个眼影盘中整盘都是你很喜欢的颜色，不然我会觉得直接挑喜欢的单颗眼影就可以了。然后它跟 Innisfree 一样，也是有眼影盘可以组的，像这次前阵子它有出很多可爱的图案，有红鹤啊，然后像我手上这个火柴棒啊什么系列，那这个我是在韩国的时候一并加购的，它就是可以把单颗眼影取出来，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里面还附了一个小的眼影棒。那除了颜色选择也蛮多之外，它的眼影其实大致上也是分成珠光跟雾面2种质地。然后如果你们有去韩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它的眼影有分2个价格，就是3500韩币跟5500韩币的样子，它有分一般款跟显色款，所以说它的价差是在于它的显色力的差别。然后使用起来呢，它的显色度我觉得也算是中上水准，它跟 Innisfree 显色力差不多，但是持久度的话，我觉得还是刚刚2个品牌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我买了比较喜欢的色号推荐给你们，像最近的咖啡眼影系列的几个颜色，我买下来都还蛮喜欢的，分别有咖啡眼影系列的 RD309，然后还有这个 OR207，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买的 Look at My Eyes 系列的 RD304，这个就是雾面的。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粉质，它的粉质其实也算是细，像这个雾面的，它的均匀度也表现得很不错。然后珠光的，我发现我好像都很常买很类似的颜色，但是这个显色度就没有刚刚 Missha 那么的饱和，
所以比较适合喜欢那种自然眼影的色调的人。那最后缺点部分呢，我觉得它眼影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它就是价格在台湾跟韩国的价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应该是我今天介绍的品牌中就是价差最大的一款，所以说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韩国买。然后最近最新的消息不是 Etude House 台湾要结束代理了嘛，所以之后应该会由爱茉莉直接直营，我希望它的定价可以稍微再就是合理一点，就是它再亲民一点，不然它其实本来没有办活动，单买一颗我觉得是比较贵一点点的。接下来第4个品牌要分享的是 Solon， 这个是台湾自有的品牌。那 Solon 呢，它的眼影目前我上网查了一下，它有出到75个颜色，有逼近 Innisfree 的潜力，因为颜色选择算是今天介绍中第2多的。那 Solon 他们家眼影通常会是一期出的，像譬如说最近他们出的就是68到75色，然后这个系列呢，它大部分是会主打红棕复古红棕色系，所以它可能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那个主题出来，你们可以上他们官网稍微留意一下。那一样来看一下包装的部分，这是它外包装的纸盒，然后色号会写在上面。打开来呢，它里面会再用一层塑胶膜包装，眼影本身就会是一颗这样子正方形的，那背面是会有色号的。那它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彩妆盒，然后你可以把它有点像是拼图一样，把它凑在一盒里面。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的彩妆盒我没有看过，就是有符合我的口味，它都做的比较可爱一点。那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清新简约的风格，所以希望它之后可以出那种可能是素色的啊，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设计。就是目前他们家的眼影盒没有挑到我喜欢，所以我就是单颗这样子用。那Solon他们家单色眼跟其他品牌比较不同的是，它大部分是以雾面质地为主的。那我觉得开价其实雾面质地选择比较少一点，所以如果你喜欢雾面，或者是你很怕眼睛上珠光啊、钻石光会泡泡的话，不妨可以尝试看看他们家的雾面眼影。至于质地的部分呢，我是在手上给你们看。它的粉质呢，其实没有刚刚的 Innisfree 或者是 Missha 或者是 Etude House 那么的细，但是颜色的均匀度我觉得还 OK。那小缺点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飞粉，但是上在眼睛上我觉得不会到太夸张。然后乍听之下觉得哦，好像比起来就逊掉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致命的优点，优点不应该要致命，它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真的很便宜。它常常做一些就是优惠活动，像官网我前阵子看到最划算，好像是3颗99块，3颗99块哦，等于1颗大概就是33块，可以买到像 Innisfree 就可以买到4、5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1分钱1分货。如果你本身预算比较没有那么高，去买到其他100-200块甚至200-300块的单色眼影的话，不妨就可以直接从 Solon 下手，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是对于学生或是小资女来说比较容易取得的。那当然它有缺点啦，它缺点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它可以试色的地方比较少，因为我记得它好像只有屈臣氏有在卖。宝雅不确定有没有，但是我有看过门市，就是有可以试眼影的只有屈臣氏，而且还不是每一家店哦，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先去摸摸它的粉质，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话，那再上去他们官网挑颜色这样子。那再来推荐色号的话呢，我会推荐52号、55号跟73号。像刚刚这个有点橘红色试在手上就是55号，然后这个是52号，它是比较偏有点豆沙枣红色，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还蛮春天的。那再来73号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很特别，现在流行那种土色调，所以如果你擦一些土色调的唇彩的时候，你也可以搭这种土色的眼影。那当然，毕竟我也不是75个颜色全部都用过，所以我很建议你们可以上去官网看看它就是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最后一个品牌要分享的是 Visa Avant， 那它算是日系中少见的单色眼影，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那种4格啊5格的小小眼影盘嘛。那这个系列呢，总共有出到30个颜色。台湾跟日本出的速度，我觉得不会差到很多，大概顶多1-2个月吧。然后价差的话也是几十块而已，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在台湾买就可以了。再我们看一下包装，它是做这种黑色的亚克力设计，那虽然是塑胶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质感算是很不错。前面有品牌名，那背面有色号的数字。打开来呢，就是眼影本人。那它的包装算是我今天介绍的5款眼影中我私心最喜欢的一个。那它的特色呢，就是比起刚刚的4个品牌啊，
大部分都是出大地色系，顶多有一些橘色、粉色调。VC Avant 呢，竟然出了很多很特别的颜色，譬如说它有出紫色啊，然后绿色啊，这种有点草绿色，甚至还有出到黑色，然后有一些我手上没有的，像还有出蓝色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满足那种喜欢很奇怪颜色的眼影，或者是你比较偏爱冷色调，它其实算是比较多冷色调的色选可以选择。然后眼影的质地也有分成雾面、亮片跟珠光，那我挑其中几个来试粉质给你们看。比如说这是他们家的珠光，我特别挑了一个很特别的银灰色。其实日系的眼影啊，它不是走那种非常高显色的路线，它其实是比较柔和一点点的。所以如果你很怕眼妆下手太重的人，或是你很不擅长那种太过于饱和显色，然后要晕染的眼影的话，日系眼影选择是还蛮适合你的。再来雾面，我挑了一个很特别的黄色，那我觉得它的雾面比较起来也稍微比较容易有一点点飞粉，大家在上妆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的推荐色是这两个，分别是29号跟18号。那18号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购买的，它叫做皮革玫瑰棕，它的颜色真的很漂亮，然后也是偏大地色系，所以不会太难驾驭。那喜欢橘色眼影的话呢，真的可以强烈尝试这个29号，它就是很饱和的那种夕阳橘色，那它是比较偏雾面质地的。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5个开价单色眼影品牌的 PK。那为什么我没有做评比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绝对不适合的可能肤质或是什么，因为它每个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优缺点，然后每个色号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有点像是每一个品牌重点归纳的方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我分享的一些特性啊、优缺点去找到真的适合你的眼影。那我也不建议你跟我一样，就是买这么多，你可以从这些眼影中比较，去挑到真的适合你自己，然后你也喜欢的颜色，这才是我拍这支影片最大的目的。好，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